以色列能不能、愿不愿意听俄罗斯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至少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内部的强硬集团，对伊朗可以说已经是受够了。亲爱的各位大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6月16号星期一在全网播出的这样的节目视频。先跟大家说抱歉啊，我此时正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有的朋友能够认出来，刚跟校董会校董们做完一个报告，由于赶时间，只能在这里给大家做出今天最新的一个时事的点评。大家知道，在中东地区啊，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可以说是军事冲突还在进行当中，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按照昨天内塔尼亚胡暗示的，他肯定要做 regime change， 要对德黑兰进行政权的更替，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但就像前天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那样，事情很可能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程度深浅而已。所以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都要做好严峻的一个思想准备。那么，邦的一下，现在最新的消息啊，昨天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据特朗普自己透露啊，说这个电话是普京主动打给他的。如果说特朗普说的是实有其事的话，那么说明普京确实有想法，有跟特朗普就两个大佬之间，而且两个相关者的跟伊朗、以色列最具有相关利益的两个大国之间要进行协调。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普京主动给他打电话，然后特朗普呢建议普京说，只有你能够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进行调停。想想这个道理确实如此，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谁比俄罗斯更适合担任这个调停角色的，因为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毫无疑问的人所尽知，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这个角色美国担当不了，因为美国在伊朗那说不上话，中国当然也没有必要去担任这样的角色。关键问题是俄罗斯想不想、能不能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俄罗斯想不想。如果说以我来揣摩普京的想法的话，俄罗斯心里当然想，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能够保住伊朗，显然是他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最大的利益。但是问题是能不能保得住？如果保不住，那么势必他就要去跟另外跟他俄罗斯关系同样很好的以色列去进行沟通。以色列能不能、愿不愿意听俄罗斯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说实在，从这次的冲突的情况来看，至少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内部的强硬集团对伊朗可以说用英文来说已经是 fed up， 已经是受够了。因为内塔尼亚胡一方面有内政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也想在所谓的抵抗联盟当中能够一了百了，能够打折打七寸，搞掉伊朗或者打怕伊朗，所有的一切都能搞定，什么胡塞武装啊、真主党啊、叙利亚啦、哈马斯啊，都树倒猢狲散。而且从最近这个情况来看，前天我在节目当中讲，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第一次啊，几乎一个国家的军事集团的高层，甚至包括今天伊朗方面自己也承认，他的情报机关的高层也被暗杀，几乎被团灭。这个在人类当代战争史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而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几乎已经无力招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如果知道明不可能救伊朗，还要不要去救啊？我想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下面的情况我们将拭目以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对普京来说两种可能皆有。但是如果说局势向了进一步恶化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就是以色列不听俄罗斯的话，或者俄罗斯拿不出更大的杀手锏来制约以色列的话，那么当伊朗的局面岌岌可危，越来越向着剿灭的方向发展的话，我想最后一招，普京是不会救伊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大家只要去看看前面的叙利亚阿萨德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普京宁可或者俄罗斯宁可让阿萨德流亡莫斯科，也不会在明知阿萨德已经无法救活的情况下硬去救他。从特工出身的普京显然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现在我认为可能性，后面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显然更大啊。当然如果说能够有所缓转的话，那他当然也乐观其成。至于中国，我想我就不在这里评论了，就像刚才我已经点到为止说的那样，中国目前没有必要去淌这个浑水。虽然无论是中国、俄罗斯、伊朗三方的关系很好，虽然美国内部的一些鹰派集团经常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混在一起，但此时此刻中国没有必要去淌这个浑水。我指的是外交的浑水，
当然，就像20多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之后所呈现的那样子，中国一定要两面下注。一方面，当然希望世界能够和平，希望普京能够尽他所能、尽他所力，能够把这个和平斡旋的工作能够完成。万一不行，中国一定要做好在后伊朗时代或者后现伊朗政权时代两面下注的准备，重中之重。就像20多年前在伊拉克一样，保住中国在伊朗的利益，那才是重中之重。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